多宝道人刚上云州，步中瑶就与彩瑶向前迎来，言说石矶娘娘在等他。此时这位伪装过后的截教大师兄表露出几分惊讶之感，又恰到好处地露出3分喜色2分紧张，也算是毫无破绽。石矶娘娘为何在此地等贫道？此事与道友的师父有关。步中瑶催促道：道友快些进去，莫要让石矶娘娘久等，这可是实打实的截教高人，绝不能得罪。少门主放心。多宝道人煞有其事地拱拱手，心底想起李长寿的笑声，快步赶去石矶娘娘所在之地。后面之事倒是颇为顺利，有李长寿在暗中帮衬，多宝道人将天庭卧底演绎的是毫无破绽。在船舱中过了不过片刻，石矶娘娘带着胖道人离了云州，借口去拜访胖道人的师傅。临行前，多宝道人拉着步中瑶的胳膊反复地叮嘱，说自己稍后自会来寻，让他莫要忘记此前商量之事。这让步中瑶一阵的欣喜，表面风度翩翩，暗地里咬碎后槽牙，硬是在本就已经不宽裕的积累之中拿出了一份厚礼给多宝道人的师傅带上。对此，多宝道人虽然嫌弃，但还是感激涕零地接了过来。论大师兄的演技，杠杠的。等石矶带着多宝离开，遁入这一片天地之外，站在船首的步中瑶和彩瑶对视一眼，前者露出淡定的笑意，后者却是轻轻皱眉。夫君，万一他不回来，咱们如此多的灵石岂不是白用了？短视。步中瑶淡定的一笑，注视着石矶离开的方向，淡然道：今日不过些许灵石，他日咱们或许会多一方助力，甚至这人将他师父也一同带来，也无不可能吗？彩瑶闻言微微皱眉，不由想起了自己表妹的师兄，莫名的安稳了一些。有这般关系，又有截教石矶娘娘这般高人现身，对方总不可能是一个行骗之人吧？且说石矶带着多宝道人一路疾飞，渐渐地飞出数万里，离了普通金仙仙石能够探查的距离极限。于虚空中，石矶转过身来轻声问：道友，我送你到此地如何？多宝默然无语。石矶又问：若是此地不行，道友可说个地界，我左右无事，都可送你过去。左右无事？多宝道人面露威严，冷然道：所以你便去帮人开坛讲道？石矶秀眉轻皱，此时总算是意识到了眼前这个胖道人不对劲儿，立刻全神警惕，手中摸出一把宝剑，向后退出数十丈。不必多挣扎。多宝道人左手张开，五指轻轻闪烁彩光，方圆100里之内的虚空完全被封禁，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在多宝道人身上缓缓散开。石矶面色大变，立刻就要动手，却又见面前这位胖道人的面容突然出现了变化，化作了一张自己此前见过10数次且无比熟悉的面孔。大师兄！跪下！多宝道人一声大喝，石矶先腿一弯，在虚空之中直直跪落。他手中的宝剑都有些拿不稳，面容与深州的遮掩术法瞬间消退，露出了一张楚楚可怜的俏脸。李长寿却是无心欣赏美景，只是在暗自比较。多宝道人版本的跪下，确实比云霄仙子的跪下少了不少的威势啊。不太专业。一处小世界角落，星光洒满湖面，多宝道人坐在湖边的青石上，面色颇为阴沉，让此地的氛围略微有些压抑。青石前，截教仙人石矶正跪坐着，双目有些无神，眼角泛着泪光，这般渲然欲泣的模样又显得颇为温柔。李长寿此时也化作青年道士现身，准备跟多宝道人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从石矶入手，撕开截教仙记名弟子这条黑色链条的缺口。多少次了？回大师兄，已有
16次。每次大概多少？数十人。16次，数十人。只是你一个，就给截教多了上千几名弟子，这些弟子品性如何，有无业障，你可一一知晓。石矶身子轻颤了几下，俯首叩拜。石矶罪无可恕，请大师兄责罚。混账！多宝道人低吼一声，此地小世界骤然变暗，天地间灵气扰动，少许生灵陷入惶恐不安。你知自己罪无可恕，还这般理直气壮，请贫道责罚。你早干什么去了？他们在此地做这般勾当，你又去了何处？为何不来找贫道言说一二？石矶抬头欲言，却又低头俯身，不知该如何应答。侧旁的李长寿找准时机开口：“多宝师兄先莫急，等我与这位师姐谈一谈。”多宝道人气愤难平地闭上双眼。李长寿向前2步，对跪伏的石矶温声道：“师姐，先起身吧。”石矶动也不动，趴伏在那儿，纤瘦的身子不断的轻颤。李长寿语重心长地劝解着：“今日多宝师兄之所以花费心思，伪装成一名天仙境的道人去听你讲道，就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你与其他3位截教同门所说的话语，我和多宝师兄都已经听到了。你似是为了还人情，才来此地为他们讲道，可对？”石矶娘娘犹自不答，保持着跪伏。多宝道人眉头轻皱，刚要说话，却被李长寿的眼神制止。李长寿轻笑了一声：“师姐，可否让我猜猜，你在考虑何事？你怕多宝师兄的雷霆暴怒，会将你所熟悉的同门直接打杀了，可对？”石矶跪伏之中轻轻叹了一口气，低声道：“长庚师弟，我愿承担百般责罚。”看来师姐是觉得这事儿仅仅是败坏截教清明，损害截教名望了。李长寿话语一顿，在怀中拿出一只木板，悬浮在石矶面前。师姐，还请看此物。石矶有些不明所以，抬头看来，李长寿在侧旁射来一捧沙土，堆在木板上。这块板子就是大教气运，这些沙土就是大教弟子。大教有圣人坐镇，可以理解为气运相当，而我们人教与阐教都在木板之外包裹了一层铁皮，这就是镇教运之宝的重要性。可懂我说的这些了？石矶点点头。此时这个木板的状态，就是我人教，沙子少，木板坚固。李长寿言说之中，又射来一堆沙土落在木板上方。这就是阐教的状态，沙子虽多，但是木板还算牢固。截教呢？石矶顿时想到了一点什么，俏脸有些泛白。李长寿随手将远处的沙堆射来，凝成一道数丈高的圆柱，压在这木板上。木板顿时向下一沉。李长寿正色道：“这就是截教最好的状况，木板被压低，但并未破碎。可是实际上呢，因为弟子门人太多，这一块木板比阐教、人教的木板都要宽要长。可是随之而来的业障，也在让木板加快的腐朽。”言说中，他打了个响指，在木板之上出现了一条条黑线，被上方沙柱压得开始形变。李长寿在石矶的身旁缓缓踱步，石矶跪坐在那儿，注视着木板迅速的腐朽。李长寿又抬手一划，一缕缕沙尘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汇入这一根沙柱。此时你明白，自己在外讲道，那些请你来讲道之人借此大肆掠财，有什么后果了？一方面，更多的沙子压在了这一块木板上；另一方面，木板被更多的业障侵蚀，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劫来临。李长寿左手握住一把长剑，剑光一闪，划过那木板下方，木板突然就崩断了，沙柱朝着下方砸落，
在石矶面前摔得粉碎，崩散成了满地的沙尘。石矶那细长的眉角轻轻跳动，面色渐渐苍白。多宝道人叹道：石矶呀石矶，想你上古时因杀生业障被天道驱逐，走投无路时与师尊讲道，师尊念你心性还算良善，万事化生时不知悲悯，祈请尚有可原之处，就在那讲道之地给了你一席之位。你就是这般回报师尊，这般回报截教。大师兄，我并不知会有这般事。李长寿反问一句，慢慢的在石矶面前蹲下来，随即温声道：你可知那一朵多宝师兄他们拼上性命得来的红莲为何而碎？截教业障太多了，需被镇压气运的生灵太多，红莲力有未逮，遭受劫运反噬。石矶师姐，大劫将要来临，如今劫运已经蒙蔽天机，紫霄宫中的商议大劫之势越来越近。截教与道门现在所需的，并非是师姐你一条性命，或是其他几条、10几条性命，而是将这般讲道敛财之事彻底杜绝，否掉此前收纳的记名弟子。你左手边握着截教今后的气运，右手中握着义气2字。大教气运若崩，便是圣人老爷也难以护住大教上下，那是与天道斗，将被化为天道之敌。你当真要为那些不怀好意之徒毁了整个截教，目送截教先成百上千赴死吗？石矶身子一软，有些无力地坐倒在地，妙目之中满是茫然。好一会儿，他的双眼才渐渐地恢复清明，对李长寿苦笑一声，低声问：我能做些什么？李长寿在袖中拿出一只宝囊，自其内抖出笔墨纸砚。知无不言，想必请你讲道之人，定不只是今日这几位。石矶紧紧地抿住嘴唇，拿起那一杆笔时，纤手都在不断地颤抖。于是3日后，这事儿不查不知道，一查当真是吓一跳。从石矶撕开缺口，供出他讲道16次时曾见过的几批不同截教仙人。李长寿与多宝道人仔细地琢磨，借石矶遮掩行踪，暗中将这10几名截教仙擒住，又用分开审讯的法子，打着将功补过的幌子，拿到了10几张名单。随后将这名单上的道号整理一遍，互相交叉出现频率较高的道号列为重点追查目标。多宝道人招来金灵圣母、龟灵圣母、赵公明4名大弟子分头行动，2日之内擒住60余截教仙，在如法炮制拿到了60多张名单。李长寿就负责整理这些名单，短短半日列出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网格。做图表也是李长寿的老本行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与几位截教大弟子面前，此事涉及到的截教仙数量着实太多了。这些犯记名弟子的截教仙为了自身安稳，经常用一些宝物灵丹向上打点，其中所涉及到的截教高手是数不胜数，甚至还有红莲破碎那日曾在碧游宫中现身的几名截教仙人，从上到下利益相关，连根拔除必会元气大伤。依然是在盘问石矶的小世界中，李长寿的指导人背负着双手站在湖边，石矶娘娘站在一旁。多宝、赵公明、金灵圣母、龟灵圣母看着面前的卷轴以及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号，脸色是精彩纷呈。在他们身后不远，总共有70多道身影被仙绳捆成了粽子，挂在树林之中，一个个低头昏睡。李长寿看脸石矶，后者此时双目有些呆滞，像是失去了所有的精气神。不多时，就听背后传来金灵圣母的怒骂声：这些蛀虫，留他们不得！哎，金灵，你莫冲动，你莫非还要将这上面的同门尽数斩杀不成啊？他们也配同门2字？师姐，
龟灵圣母柔声道：“不如只诛杀形势较为恶劣者。这上面仙人如此多。”哎呀，咱们也有监察不力之责。多宝道人负手长长叹了一口气，又后退2步，坐在青石上一言不发。金灵圣母秀眉轻皱，叹道：“那该如何做？咱们要尽快做出决断，是杀是罚，总要有个章程。咱们虽说是暗中出手，抓来了这些同门，但消息势必会走漏。大师兄，若是咱们不及时做出应对，恐怕会有不必要的事端。”多宝抹了一把脸，坐在那儿陷入沉思。此刻万千的压力汇聚于多宝道人身上，让这位道境高深，在微胖界还算是英俊的道长几乎要愁白了头发。突听一声轻响，几位大弟子同时看去，却见石矶跪在李长寿的身侧。“长庚师弟，你足智多谋，定有良策化解今日之局。我深知罪责，愿一死以谢罪，还请长庚师弟出手相助。”李长寿眉头轻皱，侧过身去，并不受这一礼。“起来！”多宝道人低声道了句，石矶娘娘却把头埋得更低了一些。多宝道人大怒，站起身来，双目瞪着石矶，大手一挥，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石矶脸上，将石矶直接打出了数10丈远，砸入湖水之中。自己造下的孽障，不想着自己化解，还有脸去求长庚？师尊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尽了！赵公明连忙向前阻拦，挡住多宝道人。师兄莫气，师兄莫气。石矶虽有过错，但这几日确实是在将功补过。